印度38岁男子为了自拍跳进狮子园，3只狮子瞬间围攻，短短数十秒，现场血肉横飞，尸体几乎难以辨认，吓坏救援人员。据印度快报报道，2024年2月，38岁的普里德古达竟然当众跳入动物园的狮子围栏。他距离3头非洲雄狮和母狮只有几步之遥，短短几秒钟，一头雄狮便猛然扑出，将他死死压制在地，疯狂撕咬，现场血肉横飞，惨烈至极。普里德一直生活在印度拉贾斯坦，在市政部门担任维护工，薪水虽不丰厚，但足够维持日常生活。若要说他的特点，那便是玩心极重，他几乎从未认真考虑过成家立业，也没有试图在职场上有所突破。对他来说，升职加薪远不如一次热闹的聚会或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更诱人。普里德性格外向，没什么野心，却总是吊儿郎当的混日子，是朋友圈里最会调动气氛的那一个。每个周末，他都会准时上线，带着朋友们从傍晚喝到天亮。2024年2月15日，普里德原本该请假回乡参加侄女的婚礼，这对印度家庭来说是头等大事，但他却撒了个谎，告诉家人公司没批假。而实际上他早就拿到了几天的年假，只不过他更想用这段时间痛快玩一场，于是他找来几位老朋友，他们白天逛景区、泡河边，晚上喝酒、唱歌，深夜则随便找个地方躺下眯一觉，再迎接第二天的狂欢。他们从周一开始连嗨5天，直到周六，队伍渐渐崩盘，朋友们一个个体力告罄，体能透支，纷纷选择退场。而普里德还在兴头上，他独自游荡在城里的几家酒吧之间，试图再拉上几个战友继续战斗。酒喝的不少，但他依然兴致勃勃，甚至比前几天还要亢奋。不知不觉间，他的步伐开始轻浮，言语开始含糊，没人注意到他其实已经喝得酩酊大醉，而接下来发生的事将成为他生命中最后的狂欢。普里德摇摇晃晃地走进了斯维纳拉动物园，尽管普里德酒气扑面，但动物园门口的售票员并未察觉他的醉态，也许是他站得够直，笑得够自然，让人误以为他只是个略微兴奋的普通游客。可事实上，斯维纳拉动物园对这类高风险游客一向把控极严。作为拉贾斯坦最知名的家庭式动物园之一，他们最忌讳的正是醉汉闯入破坏秩序。如果售票员能多看一眼他飘忽不定的眼神，也许就能将他拦在门外。但遗憾的是，他没看出什么异常。一入园，普里德便兴致勃勃地四处张望。最初他对打闹的猴群和羚羊很感兴趣，他掏出手机开始拍视频。然而这种兴趣仅仅维持了10几分钟，随着微醺情绪加深，他很快便失去耐心。普里德转向猛兽区，他自拍了几张与铁笼合影的照片发给朋友，但没人回复。这瞬间让他觉得那些温顺的熊和中小型猫科动物也是乏味至极。他要的是刺激，是值得发朋友圈的经验。于是他直奔狮子围栏，那是动物园最核心也最具危险性的展区。铁围栏背后，一头雄狮正趴卧在草地上，身旁的母狮懒洋洋地晒着太阳，四周游客隔着围栏拍照、观望、赞叹。普里德却不满足于这些隔空凝视，他径直走向围栏线，围栏上贴着请与围栏保持至少 2.4 米距离的警告标识，他想拍一张更震撼的合影。普里德将手机高高举起，试图把狮子的脸和自己的笑容一同塞进镜头。一位名叫桑吉的保安很快发现，他大声喊道：“后退，离围栏远点。”桑吉是动物园安保队里最老道的一员，他一眼就看出了普里德的不对劲，醉意、挑衅、冲动，每一样他都熟悉的不能再熟悉。他的日常就是和网红蹭热度直播，少年擅闯禁区，醉鬼撒泼，纠缠打交道。普里德这样的人，从桑吉第一次将普里德赶离狮笼开始，他便对这个不速之客提高了警觉。他并没有立刻将普里德驱逐出园，因为这需要上报走程序。他决定亲自盯紧这个人，不让他出任何岔子。然而普里德并未就此罢休，他假装漫不经心地在园内闲逛，边走边回头观察安保的动向。在他眼中，这只不过是个更刺激的游戏而已。很快他发现了一个机会，就在猛兽区主笼的后方有一条不起眼的小路，几乎被灌木和维护设施遮住，尽头是一排隐蔽的临时笼舍。那里不是对游客开放的区域，而是动物园专为新到的狮群适应环境或生病的动物恢复隔离所设的空间。通道入口处赫然挂着大字：禁止游客入内，工作人员专属通道。但普里德哪管这些，就在桑吉被一名游客拦住问路，短暂移开视线的那一刻，普里德脚下一蹬，他径直冲向那片不对外开放区域。他穿过了那条幽深的通道，临时笼舍旁边矗立着一座大型水塔，他飞快地踩上塔身边缘凸起的金属支架，动作熟练得像个翻墙高手，不一会儿就爬上了塔顶。他顶是野鸡家。
他双手扶着锈迹斑斑的护栏，俯瞰着下方那片约 3.6 米深的围栏空间，阳光洒落，金黄一片。3头狮子懒洋洋地卧在地上，其中2只母狮伸展着四肢，仿佛享受着慵懒午后的安宁，而那头成年雄狮则趴在阴影与阳光交界的地方，鼻尖微动，似乎已察觉到了异样。就在这时，保安桑吉转过身来，一眼就看见普里德站在高处。他几乎是条件反射般举起对讲机，边按下通话键边怒吼：“狮舍围栏上有人，立刻支援！”随后飞奔向那座水塔，神情前所未有的严峻。可他知道一切已经太晚了。塔顶上的普里德张开双臂，带着醉意的兴奋和无所畏惧的笑容，从水塔上一跃而下。他甚至还举起手机，对准自己和下方的狮群，试图记录下这一壮举。砰的一声，普里德脚踝扭转，身形一歪，重重摔在干热的草地上。他还未来得及站稳，那头雄狮已经庞大的身躯如闪电般跃起，肌肉绷紧，将普里德压在身下。狮子的利齿狠狠咬住了他的左肩，像是一把活生生的铁钳，直接撕开了他的衣服和皮肉。普里德原本还挂在喉咙里的笑声戛然而止，取而代之的是一声凄厉的尖叫，宛如撕裂空气的惊雷。他试图挣扎推开这头庞然巨兽，但狮子的重量和力量根本不是人类能匹敌的。这突如其来的猎物入侵令其他2头母狮也警觉地站起身，3对眼睛死死盯着这个入侵者。尽管雄狮的第一口并未完全咬实，只是在他肩胛和背肌上撕开一道血淋淋的口子，但鲜血已如喷泉般溅洒出来，染红了地面，也彻底点燃了围栏内的野性。空气变得炽热而凝重，痛苦、恐惧与肾上腺素混合交织。普里德从那致命的一击中挣脱开来，他踉跄着，血从他的背部汩汩流下，脸色苍白，但他仍拼命向最近的一棵树冲去，那是他唯一的逃生希望。他踮起脚，拼命伸手，试图抓住最低的一根树枝，但指尖还未触到枝叶，一只粗壮有力的爪子就从后方勾住了他的脚踝。咔的一声闷响，他被直接拖了下来，像破麻袋一样被甩回地面，脸朝下重重砸进草丛和沙土中。地面扬起尘土，血迹在阳光下格外刺眼。他的手机飞出老远，摔在地上，镜头正对着那头狮子，仿佛还在默默记录着这场人类狂妄与野性碰撞的灾难瞬间。事实上，那头雄狮并不饿，它和2头母狮在早晨刚刚吃饱，此刻正是烈日当空、万物静止的午后，是狮子一天中最慵懒、最缺乏攻击欲望的时段。按理说，它根本懒得动弹。可当一个带着血肉气息的人类从天而降，直砸进他们的领域时，这已经不是否饥饿的问题，而是纯粹的本能驱使他们毫不犹豫地追了上去。保安还没跑到围栏边，普里德的尖叫声就在空中戛然而止。这一次，狮子没有放过，他一口咬住了普里德的喉咙，致命的位置，致命的咬合力，那强大的颚击瞬间碾碎了普里德的颈骨，咔嚓一声，就像用钝器劈断木棍一般，震耳欲聋。这一口直接终结了他的生命。接下来的2小时，对外界来说是惊悚的等待，对狮群来说却是野性的仪式。3头狮子并没有吃掉它，它们围绕着那具尸体不肯离开，像是守护某种刚刚猎得的战利品。它们有时卧在尸体旁静静守望，有时则再次将尸体托起，咬住，甩动，在地上掀起尘土和血迹。人类的死亡对他们而言只是一次稀罕的闯入游戏。当工作人员终于用新鲜肉块将狮子们引诱至旁侧的治疗隔离笼后，园方人员才得以小心进入现场，试图收回尸体。迎接他们的却是一场令人作呕的灾难性景象。普里德的身体早已不成完整形状，尸体四分五裂，关节错位，骨骼碎裂。他的残肢在围栏内洒落了一圈，最长的距离达 2.4 米。法医和工作人员不得不戴着厚重手套和防护服，在烈日和腐臭中一点一点捡回被撕扯、撇起、嵌进泥土与草丛中的骨头碎片和肌肉残渣。至于那头雄狮，事后他被关进了临时观察笼中，他并未展现出任何异常攻击倾向，唯一的反应是对临时隔离笼的强烈不满。他习惯了宽敞自由的主展区，如今却被关进这仅供病师或新师临时休整的狭小空间，每天踱步、怒吼，尾巴不断抽打着地面。动物园方面迅速做出回应，他们公开声明不会对这头雄狮实施安乐死，因为这场骇人听闻的悲剧中唯一真正的罪人不是他，而是那个毫无理智以生命换取刺激与点赞的人类。雄狮只是做了他该做的事。动物园计划在2个月后将雄狮释放回他原本的宽敞展区，与那2头守护他、与他一同晒太阳的母狮再度团聚。
它可以像以前一样在阳光下踱步，午后懒洋洋地打盹，或是在夜里发出雄浑的咆哮。而至于会不会再有一个像普里德那样的人再次闯入他们的地盘，几率微乎其微。